家人们看好了，这家最近全城最火的福满楼，后厨站中间这个就是把老馆子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林师傅。3个月前，这店一天做不满5桌，欠房租，欠货款，连厨子都准备跑路。今天他满座了，排队了，上的棒。可我比谁都清楚，店一旦火了，人心就开始发烂。3号桌先上鱼，主播那桌牛蛙晚10秒。好。你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？一个吃我家剩饭长大的外姓仔，也配站我家灶台中间分钱？拍视频，拉几个客人，谈2个团购，你就真觉得这店是你盘活的了？店是我王家的，轮得到你在我家锅上装主事的？再碰我家一个锅，我剁了你的手！阿姨，你跟这种人废什么话？一个回来蹭旧家饭的，还想踩着你们一家发财？这不是报恩，这是吃绝户！这家人就是这样，求我回来的时候一口的自家人，店一火，先嫌我分钱，客人一夸我，他们就开始怕到最后，连我站在灶台中间都像抢了他家祖坟。舅，你也这么想？他明明知道今晚要是没有我，这店根本撑不住，可最后他只挤出一句：“小燕，一家人有话好好说，别把场子闹太难看。”一句别闹太难看，等于把我当场判成了那个不懂事的。好，从今天起，这店我不管了。走，你赶紧走！真当没了你，我王家的店就得关门。这也不是我点的菜啊！菜好了没啊？不好了，客人在催了。那一刻，他们还没明白，我走的不是一个后厨工，是这家店真正能转起来的那只手。小燕，舅这回是真没办法了，福满楼快关门了，你回来帮帮舅行不行？你别以为我们是来求你，你小时候在我家吃过半年饭，现在店里难了，回来搭把手不是应该的吗？店再怎么说也是你半个娘家，你在外面混了几年，不至于连这点忙都不帮吧？你看，他们求人的方式是让我觉得是我欠他们，我不是没想过拒绝，是人总会对旧情心软，哪怕那旧情里掺着白眼，掺着难堪，掺着一口口咽不下去的气。我回去可以，但丑话说前头，店起来之前，我店的钱跑的资源谈下来的客户都算我的投入，店起来之后按净利润分成。行，就答应你。那就试试。回来帮忙可以，可你最好记清楚，这店姓王，不姓林。姓王？3个月后我才明白，这2个字是他们准备踢我出门的理由。我推开福满楼那扇油得发亮的玻璃门，扑上来的不是饭香，是隔夜缸水混着劣质油烟的馊气。前厅桌面一层黏，地砖发黑，墙上菜单油的卷边，收银台边堆着没拆的纸箱和烂菜叶，后厨更像灾难现场，案板发霉，刀具乱扔，冰箱门一开，生肉熟菜，半盆隔夜卤水挤在一起，苍蝇嗡嗡乱撞。一家饭店要黄，从来不是客人突然不来了，是老板先把自己活成了糊弄人的样子。菜不新鲜，店不干净，人没规矩，这种店就算今天侥幸做满，明天也得死。我没急着说话，拿起台面上一只汤勺，闻了一下，下一秒直接扔进垃圾桶。刘春凤看见这一幕，脸色当场拉下来。你一回来就甩脸子给谁看？饭店不就这样？你当这是5星级酒店啊？饭店不是不能救，但不能脏，不能乱，更不能拿客人的胃当垃圾桶。我拉开冷柜，把一盒泛黑的牛肉，一盆发酸的高汤，几袋过期丸子全拎出来，啪的一声全扔在地上。王浩一看就炸了，冲上来要拦。你干什么？这些都是钱！这是毒！放屁！昨天还能吃，今天怎么就成毒了？昨天能不能吃，你自己闻闻。我把那盆酸味冲鼻的高汤推到他面前，王浩刚凑近，脸就绿了，可嘴还是硬。那顶多重新烧开。你自己吃，我不拦你。但从今天起，这种东西不准再端上桌。后厨帮工小梅和阿福互相对视，谁也不敢吭声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说的对。可这些年店里一直这么干，谁也不想当第一个得罪老板娘的人。我转头看向王大福，舅，我把话说清楚，我要接手这店，就按我的规矩来，要么让我管，要么你们自己守着这滩烂泥继续赔。王大福盯着地上那堆烂料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点头。
听小燕的。刘春凤脸一黑，还想开口，我已经转身去拿纸笔，开始列单子。小梅，今天前厅先停半天，桌布全换，菜单全撤。阿福，把后厨所有过期料给我清出来，案板、灶台、排风，今天必须刷干净。王浩，跟我去一趟菜市场和五星店。凭什么你指挥我？凭这店再不救，半个月内就得关门。一句话把王浩噎住，他气得一句反驳都说不出来。半天时间，我带着王浩跑了3趟，菜市场换掉所有隔夜料，五金店买新灯管、招牌灯带、灭萤灯，批发店拿了几套最基础的干净餐具和打包盒。你疯了吧？就换几个灯泡，至于花这么多？灯亮，客人才肯进门。那也不用你掏钱啊！你掏？王浩一下闭嘴，因为他身上连300块都拿不出来。就这种店，最难的不是花钱，是让一群早就烂习惯的人承认自己以前那套不行。可惜有些废物宁肯看店黄，也不肯承认自己没本事。傍晚，福满楼重新开门，门头灯亮了，前厅的黄灯换成暖白，玻璃擦干净了，菜单被我砍掉一半，只剩下最容易出品、最适合做口碑的几道。我甚至亲自站在门口拍了一条短视频，配文只有一句：这家快黄了的小馆，我来试试能不能救。夜里7点，第一桌客人进门，8点又来了2桌，9点附近写字楼下班的人开始进店点餐。虽然只多了5、6桌，可对福满楼来说，这已经是近1个月最像样的义务。王大福激动的手都在抖，拍着我的肩膀：小燕，真有你的！刘春凤没说谢，她只是坐在收银台后翻来覆去的算今天的流水，越算眼神越不对。这才半天就进了这么多，她不是高兴，她是开始心疼。心疼以后按分成算，林燕要拿走多少钱？我看都没看的，只低头擦掉手上的油污，转身去后厨订第2锅菜。而刘春凤盯着账本，脸上的笑一点点消失，最后憋出一句：我就说这小子回来准没安好心。深夜打烊后，我在后厨对单，门外刘春凤压低声音对王浩说了一句：先让他干着，等这店真火了，再把他一脚踢出去，省得分他的钱。声音不大，可每一个字我都听见了。刘春凤，你现在埋的每一粒沙，都会在以后硌死你自己。小梅，2号桌加1份米饭先上，5号桌的牛蛙锅晚2分钟。好，阿福，辣子鸡火别太猛，再炸15秒起锅。知道了。林师傅，还是你那锅牛蛙香，昨天不是你炒的吧？味儿都差了半截。可不是嘛，我们今天就是冲林老板来的，你们家以前也就那样，自从换了林老板，菜才像能吃了。什么狗屁林老板？什么林老板？这是我王家的店。哎呦，你急什么？谁做得好我们喊谁，不行啊？哎呀，客人说笑了，说笑了，一家店嘛，谁忙不是为了福满楼好？嘴上这么说，可他看向我的眼神，他怕店死。现在他开始怕客人眼里只有我，没有王家。店没生意的时候，谁来救都行。店一有起色，他们最先怕的就不是赔钱了，是怕客人记住那个旧店的人，不是他们自己。哟，这么热闹啊，你还真坐得住。店明明是你家的，现在客人一口一个林老板、林师傅，你这个亲儿子倒像个打杂的。王浩脸上的笑彻底没了，他死死盯着后厨方向。家人们看见没有？真正让这店起死回生的，就是后厨这位林哥。你出来！有事儿，等我这口锅出完再说。我让你现在出来！只这一眼就把王浩那股火顶了回去半寸，偏偏旁边还有客人和吴丽丽盯着，他又不肯退。你要真想店砸在这儿，你就继续闹。他想发作，这一句可又不敢真在舞狮高峰把店掀了，只能瞪着我，硬生生把这口气咽回去。夜里打烊，收银台上一摞账单和团购核销单堆在一起。王大福拿着流水单，手都在抖。17000，一天17000，小严，这店真让你给盘活了。王浩和刘春凤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尤其是刘春凤，她盯着账簿上那串数字，心里第一反应不是终于挣钱了，而是按说好的分成比例，林燕这一天下来能拿多少？高兴什么？钱还没捂热呢，就开始替外姓人算功劳了。什么外姓人？小严是我外甥。外甥怎么了？外甥还能比亲儿子亲？阿姨，我早就说了不能让他太出头，现在客人都冲他来，再这么下去，回头谁还记得王浩？妈，你看见了吧？今天那群人当着我的面喊他林老板。先让他干着，店刚回口气，还用得着他？那以后呢？以后等这店再火一点，账、客人、供货都摸熟了，再把他一脚踢出去。我早就知道刘春凤不是感恩的人，她不是怕我分钱，她是怕我把这家快死的店真救活了。我这个外甥就不只是帮忙的了。前厅灯一盏一盏熄下去，收银台后
刘春凤把账本合上，冲王浩低声来了一句：“记住了，店没起事之前他是恩人，店真火起来，他就是祸害。”刘春凤，你以为你在防一个白眼狼，其实你是在一步步把自己推进坑里。福满楼的生意明显稳住了，午市刚开半小时，前厅已经做了70%，外卖单也开始往后冲高。我刚把一锅牛蛙翻起来，前厅又有人点名加菜。林师傅，还是你在灶上稳。昨天你不在那会儿，味儿都差了点意思。爱吃吃，不爱吃拉倒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马上给您加份小菜。客人不是来听你甩脸子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老板训人了。我是在救城。你瞧见没有？客人现在都听他的，不听你的。再这么下去，这店到底是你王家的，还是他林任？店没起色的时候，他们求我回来，说一家人别见外。店一有起色，他们先怕的不是赔钱，是怕客人只记得我，不记得王家。今天团购怎么又放那么低？低价是为了引流，菜是赚口碑的，不是今天一顿赚死。你说的轻松，一桌桌都按这个价卖，合着不是亏你的钱，你当然不心疼。今天不把客人留下，你明天拿什么挣钱？刘春凤没接，可她看向账本的目光更像是在算另一件事，算我这几天到底能从他家店里分走多少。这周净利润在这儿，按说好的比例，我拿这部分。这么多？这不都是之前说好的？什么说好的？他不就拍了几条破视频，拉了几个团购，凭什么分这么多？凭着店现在能活。锅是我男人守的，盘子是我儿子端的，店是我王家的，你就动动嘴皮子，拍拍手机，怎么就有脸分这么多？就是，我一天跑前跑后累得像狗，最后分到手还没你多。你这是回来报恩还是回来吸血？设备钱谁垫的？灯箱谁换的？探店谁跑的？客户谁拉的？你们要是自己能做，这店不会等到我回来救。你少给我摆功臣的谱！当年要不是我家给你口饭吃，你现在都不知道烂在哪条沟里。我让你回来是看你可怜，不是让你踩着旧家挣钱。春凤，话别说这么难听。我难听？我说错了吗？一家人你还真好意思按合同分钱，你也不怕遭雷劈？阿姨，您就是太实诚，这种在外面混过的人最会算计自己人，嘴上说报恩，心里算盘打得比谁都响。我站在那里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可越是这样安静，刘春凤越觉得发虚。从明天起，账不归你看了，后台收银采购全部交给耗子。至于你，你就在后厨老老实实炒菜，我一个月给你8000，算仁至义尽，再多你一分都别想拿。8000，把一个救活店的人硬生生贬成一个拿死工资的厨子。舅，你也点头。王大福喉结滚了滚，眼神闪躲，半天才挤出一句最窝囊的话：小严，要不你先委屈一下。委屈一下，这4个字他说的比刘春凤那些脏话还狠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这家店从我回来那天起就不只是在求我救命，他们还想着等我把命续上，再把我一脚踢开。给你8000都算抬举你了，你还真想在王家的店里当老板啊？刘春凤，你以为你今天赏了我一口饭，其实你是亲手往自己家盘子里丢了一块烧红的铁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进店就发现收银系统密码被换了，团购后台登不上，采购单和进货账本全被收进了刘春凤那个带锁的铁抽屉。昨天以后账不归你看，不是气话，他们是真准备把我一点点摘干净。店还没彻底站稳，他们就先防我像防贼。可笑的是，真正在这家店偷肉喝血的人，从来都不是我。林燕，你们家到底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上周那批牛蛙和冻品的钱说好昨天结，结果1分没到，我打你电话不通，他们还说你早把钱挪走了。昨天晚上那笔货是我亲眼看着入账单对上的，怎么一觉醒来就成了他把钱挪走了？你等我一下。老周那批货款谁动了？什么叫谁动了？我儿子现在管账，他想什么时候付就什么时候付。昨天该结的今天不结，后面谁还给店里赊货？你吼什么吼？
你少一副离了你店就得死的样子。账现在归我管，我觉得晚2天再给有问题？有，后厨不断货是这店现在唯一能活的命令。你拖供应商矿就是在打店。你少装，说白了你不就是还惦记着账吗？昨天妈刚说过不让你碰钱，今天你就追着问，你这么爱管账，是怕以后不好伸手吧？我店的钱、跑的资源、谈下来的客户，你们现在一句伸手就想抹了？怎么抹不得？你回来这几个月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现在还想连收银台都攥手里，你胃口够大的啊！我吃住在店里是为了省成本。少跟我装可怜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嘴上说报恩，心里算盘打得比会计都响，店一火你就扑上来咬肉。他啪的从抽屉里拍出一张转账记录，看看昨天营业额我儿子1分没动，全交供应商都够了，可我就想晚2天，怎么了？我盯着那张单子，眼神一点点冷下去。这不是晚2天，这是故意立威。钱在我手里，店已在我手里，你林燕算个屁！夜里打烊后，林燕独自留在后厨，核对完明天的备货单，她感到身心俱疲。刚走到后巷透气，就听见杂物间路头有人说话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扎耳。阿姨，现在账和后台都收回来了，下一步就得把人踢干净。急什么？还不急？这周6婚姻会馆的人要来试菜，探店大号也要来，再让林燕出一把风头，外头人就真以为福满楼是他的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就挑那天人最多、镜头最多的时候，当众把他赶出后厨，客人、主播、员工全看着他，丢不起这个脸。以后就算想赖也赖不回来。那会不会太绝？绝什么绝？一个外姓崽，给他口饭吃是情分，他要是敢惦记我王家的店，我就得把他的爪子剁了。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弄太难看。你闭嘴！就是你这种烂好人，才把他惯得分不清自己姓什么。这周6一过，我看他还怎么在我面前装老板。不是没想到他们会翻脸，是没想到他们连怎么赶我走都已经排练好了。原来这3个月我不是在报恩，是在替他们家养刀。刀磨快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冲我脖子来。周6满作业，我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自己把围裙摘下来。好，刘春风，那周6满作业，我就陪你演完这最后一场。只是你还不知道，那一晚摘围裙的是我，塌下来的却是你们整家王家的天。昨晚后巷王浩那几句话，我一句没漏。可有些脸，不是现在撕的。店还没真正站稳，我要是现在掀桌，砸的是我自己这3个月搭起来的盘。阿福，牛蛙底料照昨天那版。知道。我刚说完，王浩就往锅边凑，手机镜头直接往里怼。你拍什么？学啊，你不是总说我不会吗？我现在学总没错吧？嘴上说学，眼神里全是挑衅。吴丽丽也站在一边阴阳怪气。都是一家人，学个菜你也防？还是说这几道菜真藏着什么吃绝户的本事？我没回，只伸手把王浩的手机按下去。学可以，别挡火。这一句不中，可王浩脸一下就阴了。他最恨的就是我这种我懒得跟你计较的样子。正说着，婚宴会馆的赵总到了。这是福满楼眼下最重要的合作单，要是能拿下来，后面婚宴、团建、包桌全能接上。哪位是林师傅？哎呦，赵总，林燕就是回来搭把手的，我们家耗子才是店里当家的，你有什么事儿跟他谈就行。一句搭把手，轻飘飘就想把我压成一个临时工。赵总，菜单、包桌、后续合作都可以跟我聊。赵总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只看着后厨。我问的是林师傅。空气一静，刘春风脸上的笑都僵了，我这才擦了擦手走出来。我在，听说你把福满楼盘活了，我今天来试菜也试人。这句话一落，王浩脸色一下就沉了。赵总连试了3道招牌辣子鸡、牛蛙锅、椒麻鱼，一口一口吃得很慢，最后他把筷子一放，直接开口：菜我认，人我也认。下周婚宴会馆那边的合作，我只跟林师傅对。这句话把刘春凤一家的脸当场打青。赵总，您这话说的，他就是在后厨炒菜的，店里做主的还是我们家耗子。谁做主我不管，我只认能把事儿做明白的人。说完，赵总起身就走。前厅门一关，刘春凤脸上的笑瞬间没了。听见没有？现在外面都只认你，不认我儿子。客人认谁，不是我能逼的。你少装无
无辜。要不是你成天往镜头前凑，往客人跟前站，别人能把你当老板？说了，这人不能留。今天赵总都敢当着你们的面指认他了，明天还不得把店名都改成林家的？王大福坐在收银台后，脸色难看，却还是没开口。又是这样，想好处的时候他一句谢没有，翻脸的时候他也一句公道没有。最伤人的从来不是刘春凤那张嘴，是王大福每一次都明白，却每一次都装聋，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店现在离了我真不赚，可他又舍不得我分钱，更舍不得让我压过他儿子。我看着这一家人，忽然也不想解释了，转身去拿自己的手写菜单本，可抽屉一拉开，里面空了。我本子呢？后厨没人说话，王浩却把手机往桌上一拍，屏幕亮着，正是我那本手写菜单的照片，一页一页全拍下来。你说这个学本事嘛，不得拍清楚点。我盯着那几张照片，眼神终于一点点沉下去。刘春凤抱着手臂站在灶台边，来了一句：你那点手艺早晚都是我王家的，等周六满作业一过，我看你还怎么在我面前装。手写菜单，步骤可以拍，分量可以记，可火候、节奏、客人的信任，这些东西不是拿手机就能偷走的。刘春凤，你偷的不是菜谱，是王家最后那点体。第二天下午，婚艺会馆的赵总又来了，这次不是来试一道菜，是带着合同来的。林师傅，昨天那3道菜我回去想了一晚上，婚艺会馆那边我给你2条线，一条是试菜业，周六晚上我带人来，一条是后面的工作餐和小型婚艺包桌，做得稳，我每个月固定给你送30桌。30桌，这对刚起死回生的福满楼来说，不是单子，是命。王大福听得眼睛都亮，搓着手就往前凑。赵总，您放心，我们福满楼现在可不一样了。我没跟你说，一句话，直接把王大福晾在了那儿。我只认林师傅。上回你们店那几道团购菜，火候、出菜节奏、前厅翻台，全是他在控。我做的是生意，不是人情。谁能把事做明白，我就跟谁谈。这几句像巴掌一样抽在王浩脸上，他站在旁边，嘴角都崩僵了。吴丽丽更是脸色发青，强行挤出笑。赵总，您这话说的，福满楼是一家人一起做的，我们耗子平时也盯得很辛苦。辛苦不辛苦我不管，但昨天那桌试菜得是他出的，一锤定音，包厢里静得连茶杯碰桌的声音都显得刺耳。赵总，都是一家人，谁出菜都一样。不一样，婚宴会馆不是做慈善，丑话说前头，周六那晚我要看的是林燕的水平，菜要是换了手，味儿差了，我一桌都不会下。说完，赵总把合作意向书推到桌上，我接过去，低头翻了2页，很快把细节问完。几道菜走宴会标准，几道菜走大厅团购标准，出菜顺序怎么排，包桌预付款怎么走，连餐后返单节点都问得清清楚楚。这单是我拉来的，人是我请来的，菜是我定的，后厨和前提怎么衔接也是我一项项磨出来的。可越是这样，他们一家看我的眼神就越像看一把随时会抢主位的刀。谈完后，赵总站起身，走前又补了一句：林师傅，周六这场你给我稳住，你要是稳住了，后面的单子都是你的。都是你的4个字，刘春凤的脸色当场拉黑了。晚上打烊后，前厅刚收拾完，刘春凤就把一家人叫上了2楼小包，门一关，脸上的笑彻底没了。都听清楚了吧？那个赵总现在满嘴都是林师傅，林师傅，再让他出2次风头，这福满楼就真成他林家的了。妈，我今天就说了，这人不能再往前顶了。阿姨，最怕的不是他能干，是外头的人都开始认他不认耗子。从明天起，林燕只准待后厨，不准碰前厅，不准碰收银，不准跟赵总单独说话。周六试菜业签字敬酒接待全让耗子上。王浩一听，眼睛瞬间亮起。那菜单和流程呢？让他写出来，他不是能吗？那就在后厨当牛做马，功劳归你。我坐在最末位，一直没出声。王大福看了我一眼，像模像样的打圆场。小燕啊，就知道这单是你谈的，可你也得体谅体谅，耗子毕竟是亲儿子，店以后终究还是要交给他，单子先写他的名，反正钱还是进店里。你是自家人，不会跟我们争这个吧？一句你是自家人，把所有不要脸3个字包圆了。我终于抬眼看向这几个人，要我出菜，要我控场，要我把客人接住，最后合同却写王浩的名。那怎么了？你一个外姓的回来帮舅家是情分，真让你站出去签字，你配吗？说白了，菜是福南楼的菜，灶是我王家的灶，你不就会抖点机灵，搞点花架子，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这几句话一句比一句恶心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臭打工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包厢里那点最后的遮羞布被撕干净，
我看着这家人，眼神反倒越来越平。我前面一直不翻脸，不是怕他们，是我还念着那半年饭，念着舅舅那点救恩。可他们现在连装都不装了，只差把你该白干4个字写我脸上。我没再吵，只起身往外走。下楼时正好经过前厅，墙上刚贴好的周六活动海报还没压平，最上方一行大字鲜红刺眼：福满楼青年主理人王浩。我脚步一顿，原来他们连脸都替他踩完了。我站在原地看了2秒，忽然低低笑了一下，那笑里没了火，只剩冷。我终于明白，这家人等不及周六，他们现在就已经想把我从这家店里彻底抹干净。第二天一早，福满楼还没开门，刘春凤就把所有人喊到了前厅。她手里拿着昨天那份婚艺会馆意向书，脸上那股得意藏都藏不住。可她先看的不是合同，是我。从今天起，店里规矩改一改，前厅接待、客户签单、活动宣传，全归浩子。至于你，老老实实待在灶台后头，别一天到晚往前厅站，搞得客人都分不清谁才是王家人。听明白没？你会炒菜就炒你的菜，合同、客户、后台以后少碰。还有菜单本、采购表、探店话术、团购活动流程，今天全交出来。都是一家人，你该不会还想留一手吧？我看着这几个人半天没说话。前几天是请账，现在是请单，连后面试菜业怎么接待、怎么出镜、怎么上菜，他们都想照着我现成的东西原封不动拿走。他们现在最怕的不是店做不起来，是店真做起来了，外头的人只认我，不认王家。所以他们要的从来不是我帮忙，是我把本事交出来，然后自己滚。泥菜单本我可以给，但有些菜不是照着步骤写下来就能做的。你少来这套，不就是几勺辣椒、几块姜、几分钟火候吗？说的跟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一样。我告诉你林岩，今天你最好把这些东西掰开揉碎写清楚。周六满作业要是出一点岔子，我就把锅全扣你头上。说完，他直接把那本菜单本从我手里抽走。王大福坐在旁边一声不吭。又是这样，好处他要，脏脸他不出，坏人全让刘春凤当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最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笔货表重新整理好，压在灶台边。晚市刚起，赵总忽然带着婚店会馆的厨师顾问来了，说是周六试菜业之前再提前踩一遍点。今天不正式试，就看一道头牌，一道工作餐，味儿对了，周六就开。王浩一听，立刻挤上去，生怕赵总开口点我。赵总，今天我来，店里的流程我现在都熟了。说完，他照着我那本菜单本下锅，可纸上的有步骤，灶上没脑子。牛蛙起锅时老了一层，椒麻鱼的汁儿也咸了。厨师顾问只吃了一口，眉头就皱了，这味儿不对，昨天不是这个水平。赵总脸色也沉下来，刘春凤脸一紧，第一反应不是看自己儿子，而是转头瞪向我。是不是你本子写错了？我就说他没安好心吧，嘴上说给，背地里还不是留了一手，想看我们出丑。又是我，菜是王浩炒砸的，锅是我背。这家人的嘴脸，我今天算是彻底看明白了。我看了眼那盘菜，围裙一系，直接走到灶前。阿福，牛蛙重启。好的。小梅，赵总那桌茶先续上。好的。火一开，锅一夹，节奏立刻不一样了。10分钟后，2道菜重新上桌。赵总和顾问对视一眼，脸色才松下来。这才对。他放下筷子，看向我，声音不重，却足够让全店都听见。周六那晚，我还是只看着，一句话把刘春华一家的脸都打僵了。客人一走，刘春华当场炸。谁让你冲出去的？你是不是就等着今天当着赵总的面给耗子难看？故意的吧？你就是怕我把单接稳了以后没你什么事儿。我看着他们，忽然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了。菜做砸了，砸的是店，不是我。转身回后厨，手机却在这时震了一下。员工群里，刘春凤刚发了新通知：周六满作业，由王浩以福满豆主理人身份全程接待与出境，林燕只负责后厨，不得擅自接待客户，不得擅自出境。我盯着群里那条通知，眼底彻底冷。我终于明白，这家人想要的不只是请功，是要在福满楼最风光的一晚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踩进地狱。好啊，那我就陪你们把这戏演到最后一幕。周六还没到，刘春凤一家已经等不及了。一大早，他就把新做的宣传海报挂在了门口，最上面一行大字红得刺眼：福满楼青年主理人王浩。我刚提着食材进门，脚步就停住了。王浩站在海报底下，故意整了整领口，像真成了什么老板。怎么不服？这店本来就是我王家的，挂我名字不应该。我没接，
只是把手里的菜放到案台上。刘春风从收银台后头探出头，阴阳怪气的笑：“你甩什么脸子？你回来帮忙，我们给你口饭吃，给你8000工资，已经够给你脸了。难不成你还真想让客人以为这店是你开的？”阿姨，你跟他说这些干嘛？有些人啊，就是认不清自己，借着旧家一口锅，倒把自己炒成老板了。前厅几个老客抬头看海报，都愣了。有人小声问小梅：“咦，不是林师傅在管吗？”小梅张了张嘴，还没出声，刘春风已经抢过去。以前是他瞎折腾，现在店走上正轨了，当然得归我儿子这个正经主理人管。这话说得又脆又狠，像生怕别人听不清。我站在原地，心里那点最后的可笑念头被磨没。他们不是想慢慢架空我，是连我最后那点脸都不肯给。有些人最会干的一件事，就是你把路铺好，他立刻站上去，回头还要骂你挡了他的光。刘春风一家现在就是这样，他们不是要我退一步，是要我从这家店里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夜里收档，我刚把第二天的试菜流程写完，准备压在案板边，刘春凤却一把将那几页纸抽走。拿着，背熟。周六晚上先上哪桌后上哪桌，怎么敬酒怎么接客，全按这个来。那他呢？他周六就给我待在后厨把菜炒好就行。要是敢往前厅多迈一步，我当着客人的面都得把他撵出去。差不多行了，别闹太僵。你闭嘴！现在不把他摁住，等周六赵总一来，外头人更得只认他，不认你儿子。就是，到时候客人、主播、合作方全喊他林老板，你们一家脸往哪儿放？那就周六一次弄死，让我看看离了我王家的灶台，他还能装多久。后巷风很冷，我站在门边，听着这一家人把话一句句说全，心里反倒越来越静，静得连火都没了。人心凉透的时候，不是会更痛，是会突然安静下来。因为你终于知道，前面那些忍，那些顾念，那些算了吧，全都喂了狗。我伸手把自己那本记满流程和配方的旧笔记本合上，轻轻揣进怀里。这一次，没再解释，也没再争。夜色里，刘春凤最后那句狠话还飘在风里。周六满座夜，我就当着全城人的面，让他自己把围裙摘下来。我低头摸了摸怀里的笔记本，眼神彻底冷。刘春凤，你要我摘围裙是吧？那好，周六那晚，我亲手摘给你看，顺便把你这家店的命也一起带走。周六晚上，福满楼彻底爆了，门口排号30多桌，探店主播举着手机直播，婚艺会馆赵总带着人坐在最显眼的主桌，团购和外卖单一条接一条往后厨跳，锅火冲天，传菜口像打仗，而这一切全是我这3个月一手搭起来的。我知道他们会翻脸，可我还是把这碗撑到了现在。小梅，赵总那桌先上招牌牛蛙，主播那桌慢10秒，给镜头拍锅气。阿福，小马鱼起锅，别压火。明白。不是舍不得刘春凤一家，是舍不得我自己这3个月熬出来的盘子毁在别人嘴里。这才是我要的味儿。林师傅，今晚你给我稳住后面的单子，就全开了。这句话刚落，刘春凤就踩着拖鞋冲进了后厨。她今天特意穿了件大红褂子，脸上涂得发白，像是专门来等这一刻。她手里攥着一条旧围裙，二话不说，啪的砸到我脸上。啊！你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？一个吃我家剩饭长大的外姓崽儿，也配站我家灶台中间分钱？整个后厨一下死寂，前厅主播镜头晃了一下没关，赵总和几桌客人全转头看了过来。店是我王家的，锅是我男人手的，儿子是我亲生的，你回来抖2条视频装2天能人，就真想骑我儿子头上了？今天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你，这店轮不到你来当主理人，再碰我家一个锅，我剁了你的手！大家都看清楚，这人就是回来吃绝户的，借着帮忙的名头，想把旧家的店吞了。弹幕和前厅议论声一下炸开，小梅脸都白了，阿福攥着锅炒不敢动，最难堪的是赵总还坐在外面看着你。他们不是要赶我，是要挑这家店最风光、客人最多、镜头最准的时候把我的脸踩到地上，这样我就算走也得背着抢店、吃绝户的名声滚。我把脸上的围裙缓缓拿下了，没有怒火，没有争辩，就你也觉得
我是在吃绝户。王大福嘴唇抖了抖，他明明知道今晚要是没有我，这店根本撑不起来，可最后他还是低下头，挤出一句最窝囊的话：“小严，今天客人多，你就别闹。”这一句比刘春放那张嘴更，因为他彻底掐死了我最后那点秀气。我点了点头，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慢慢解下自己的黑围裙，放在灶台边。好，从今天起，这店我不管。走，赶紧走！真当没了你，我家店就赚不了了。可他话音刚落，后厨就乱了。王浩接手第一锅牛蛙，直接糊底；第二道椒麻鱼顺序全错。赵总那桌催了，主播那边也在问怎么回事。主播那桌连等了10分钟，菜还没上齐。王浩满头是汗，手忙脚乱。刘春凤脸上的得意，这才第一次一点点僵住。刘老板，你刚刚赶出去的那个，要是回不来，这单你们也别想要了。我已经走到门口，头也没回。而后厨里第一口锅哐当一声砸在地上。福满楼门外夜色很深，我走进风里，一次都没回头。而福满楼里面，刚被他们亲手赶出去的，不是一个外甥，不是一个后厨工，是整家店的命。刘春凤，你今晚摔的不是我的围裙，是你们王家最后一根撑天的梁。我一走，后厨那股原本被我压得稳稳的节奏，像被一刀卡断。牛蛙锅糊底，椒麻鱼顺序全乱，团购套餐该先出的没出，该后上的反倒端上了桌。前厅催单声、退菜声、孩子哭闹声，一下全炸开。浩哥，赵总那桌在催了，主播那边也说菜不对。催，老子又不是8只手。刚刚那个林师傅是不是走了？我就说味道不对了，后厨在吵架，翻车了。都别慌，他走就走了，店又不是没了他就赚不了。是吗？刚才林燕在的时候，10分钟一轮菜，胃不跑，节奏不乱。他一走，你们连半小时都撑不住。赵总，您别误会，这就是一时忙乱，根本不是大问题。小问题。婚宴会馆要的是稳定，不是你们一家人在后厨撕脸。家人们，今天这边后厨出了点突发情况，我们先不做推荐。这一句比当场骂街还狠，因为一旦他撤推荐，福满楼今晚这波流量就彻底白搭。另一边，客人开始退单。我团购点的明明是双人餐，你给我端个单人份上来。刚才那林师傅一走，菜味就变了。你们这店搞什么鬼？退钱，这还吃个屁！别急，一个个来。可谁都看得出来，他根本压不住。周6这单先停，等你们什么时候知道刚才被你们赶出去的那个人到底值多少钱，再来找我谈。赵总，您再等等，不就是个炒菜的吗？我们王家人自己能顶上。你们先顶过，今晚再说吧。他们前脚把我赶出后厨，后脚就开始发现，原来我不是回来打工的，我是在替这家店挡灾。可惜他们明白的太晚了。燕哥，赵总走了，主播也下播了，团购退了10几单，后厨还在吵。阿姨说，都是你故意把场子搞烂的。小严，你先回来。回去干什么？店里乱套了，赵总也走了，你先把今晚稳住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舅，你们把我当狗使唤的时候，想没想过今天？小严，就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懂，你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只是想让我把火灭了，然后继续装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从我摘围裙那一刻起，福满楼就跟我没关系了。以后他是死是活，你们自己扛。可我知道，从今晚开始，这家店已经塌了第一根梁，而塌下来的才第2天一早，福满楼门还没开，团购后台就已经炸了，差评、退款、投诉，一条接一条往外跳。昨晚探店主播那场直播没删，
最后半小时的后厨翻车也被人剪成了短视频，评论区全在骂。阿姨，退单已经20多笔了，还有人点名问林师傅是不是不干了？退就退，走了一条会翻锅的狗，店还不开了？可眼底那股慌已经压不住了。不就是网上那点人瞎叫吗？我今天照着他那几页破流程做，谁还能看出区别？我人没在店里，但福满楼第2天会发生什么，我闭着眼都能想到。店这种东西，最怕的不是少一个炒菜的，是走的那个人把节奏、客源、账期和信任一起带走了。上周的货款今天结不结？急什么？店里这2天忙。忙？昨天我就说了，今天不结清，冰鲜1箱都不卸。老周，都是老熟人了，你催什么催？以前林燕不也是月底才给？以前我敢赊，是因为林燕说了哪天结就哪天结。你们一家，我信你们哪张嘴？昨天直播里那个林师傅呢？怎么今天做出来的菜一股子死咸味儿？我要退！你们昨晚就翻车，今天还敢正常营业？别急，一个个来。可没人听他的，因为店最能压场的那个已经不在了。燕哥，老周把货退回去了，赵总那边也发消息了，说周6那单正式停。阿姨现在还在骂，说都是你故意把店搞烂的。他们总觉得我分走的是王家的钱，可他们很快就会知道，我拿走的不是利润，是这家店能喘气的那口命。店我今天去看过了，不是你在，福满楼接不住我的单。你要是自己出来做，给我一句准话。再等等。他不回来最好，我倒要看看离了他，我们王家的店是不是真就开不下去。可他不知道，真正要命的不是我不回来，是已经有人开始只认林燕，不认福满楼了。阿姨，团购核销全停了，平台说商家后台需要原实名认证人重新做人脸，不然套餐活动全部下架。什么狗屁人脸！一个卖饭的店，凭什么还要看人脸？阿姨，不是看人脸，是账号当初注册的时候用的是林燕的身份证和手机号。他们直到这会儿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我带走的不是一条围裙，是整家店的线上命门。那就给他打电话，一个破账号，难不成他还想吞了不成？林燕，你赶紧把团购后台和短视频号密码给我发过来。店是我王家的，号挂我家店名下，你凭什么扣着不给？店是你家的，号是我实名的。你少跟我分这么清！没有我家这块招牌，你拿什么拍视频？拿什么接团购？现在你拍拍屁股走了，还想卡我家脖子？你真是黑了心了！他们最恶心的地方，就是一边把我当外人，一边又觉得我替这家店搭起来的所有东西，都该无条件留给他们。好像我帮过他们，就活该连骨头都被啃干净。昨天你当着全城人的面赶我出去，今天还想让我把后台白送。少摆谱，赶紧把密码发来，不然就是你故意砸我家生意。你信不信我出去一句话就能把你名声搞坏？你试试。他还真敢。因商家负责人异常变更，差评率激增，福满楼团购活动暂停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。我就知道，这白眼狼走之前早把坑给我挖好了。
阿姨，昨天是您先把燕哥赶走的。你那边要是有想法，场地我能帮你找，人手、首批桌，我也能先替你垫一部分。一句话，你出来，我跟你干。小燕，后台那边，你要不先给舅一把？店现在真转不动了。舅，你是想让我帮店，还是想让我继续白给你们一家当牛马？先把这口气缓过去，行吗？缓过去以后呢，继续让我炒菜，继续不让我碰账，继续让我替你们一家背锅。因为这些话，他自己也知道没法往下接。很多人到这一步了，还觉得自己只是暂时低个头，等把火灭了，一切都能照旧。可他们忘了，火是他们自己放的，人心一烧透，就不可能再回头。后台我不会，从你们把我赶出后厨那一刻起，福满楼是死是活，都跟我没关系了。能谈。他不把后台交出来，我就让他在这城里待不下去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已经不打算回去了。我准备另起炉灶。我走后的第二天，刘春凤把店门口的活动牌换成了全场88折。他嘴上喊硬，说只要把人重新哄回来，福满楼照样能活。不就是几道菜吗？老子今天就照着他那本子做，我倒要看看客人到底是冲锅来的，还是冲他来的。你慌什么？都照着本子做了，还能差到哪儿去？这牛蛙怎么一股酱油苦味？鱼也不对，昨天那个林师傅在的时候不是这个味儿。你们是不是换厨子了？差哪儿了？你们这些人就是跟风，昨天说好吃，今天换个人就挑刺，装什么老饕？你这什么态度？不会做就别嘴硬，我们花钱是来吃饭，不是来受气的。都怪林燕这个白眼狼，菜单本故意留一手，后台也锁，客人还全往他身上引。他这不是报恩，他是诚心想看我们王家死。他们到现在还觉得福满楼塌，是因为我没把菜谱教完整。可他们根本不懂，菜可以抄，步骤可以背，火候、节奏、客人的信任，根本不是拿个本子就能偷走的。今天还不给钱，那以后你们家一根葱都别想从我这儿拿。你威胁谁呢？我不是威胁，我是长记性。林燕在，我敢赊；你在，你配吗？因为他心里已经开始明白，这店不是少了个帮忙的，是少了个真正能把他撑起来的人。小林，今天福满楼我又让人去试了，一句话，废了。你要是想自己开，我给你兜第一批桌。赵总，3天内我给您准话。林燕，你给我出来！后台密码交过来，菜单流程也给我写完整。你把我家店害成这样，还敢躲在这儿装死？我害的不是你是谁？你故意锁后台，留半本菜谱，还把客户都轰走了，你这是存心想逼死我家。我走的时候，是你们当着所有人的面赶我滚，现在店砸了，锅又想扣我头上。少废话！你要真不是做贼心虚，就把号和菜单全交出来。林燕，我最后给你一次脸，
明天早上你不把东西送回福满楼，我就让全城都知道你这个白眼狼是怎么吃旧家绝户的。好，那你尽管去闹，我倒想看看，明天先丢脸的到底是我，还是你们王家。刘春凤，你以为你能毁我名声，其实你是亲手把你们王家最后那层皮扯给全城人看。一大早楼下就吵成一团，外甥忘恩负义，卷走后台，害旧家饭店停摆。楼下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街坊，吴丽丽抱着胳膊，见人就添油加醋。你们评评理啊！这人从小吃旧家饭长大，现在店一火就偷号、偷客户、偷菜单，还把一家老小往死里逼。我就说嘛，这种白眼狼最毒，嘴上报恩，心里吃绝户。今天他不把后台和菜单交出来，我就死在他门口。我昨天就知道刘春凤今天一定会闹，她这种人最会的不是认错，是先把脏水泼到你身上。只要她嗓门够大，仿佛理就真在她那边。闹够了吗？你还有脸问？把我家后台、账号、菜单、客户都吐出来！还有那几份婚宴会馆的资料，你敢带走一张纸，我都让你在这城里混不下去。灯箱我垫得起，设备我垫得起，团购保证金我垫得起，探店、拍摄、投流、菜单重做，全是我出的。你说我偷你们家人，那你告诉大家，我到底偷了什么？少拿这些唬人！你吃我家住我家，就该白干！一句白干，把他那点不要脸彻底撕了出来。原来这才是你心里话。快把东西给我交出来，不然你别想走。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找。刘春凤，你嘴里那个偷店的外甥，前前后后替福满楼垫了多少钱？你心里真没数。还有我这边，婚宴会馆的单是我跟林燕谈的，我点名要的是他，不是王浩。昨晚那场后厨翻车，也是你们一家当众把人赶走以后才出的。我昨天全程开着直播，谁在后厨砸场子，谁把店自己作死，视频里一清二楚。你们要是再拿林燕偷店这种话带节奏，我就把完整版直接放出去。你们全是一伙的。对，我是跟能做事的人有，不是跟不要脸的人有。你们昨天把我当众赶出后厨，今天又想拿我的名声填你们家的窟窿，可惜这次我不认了。对面那间空铺我替你留了一天，你要是想自己干，明早9点我等你。因为从这一刻起，我终于不打算再替王家续命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站在福满楼对街那间空铺门口，卷帘门半拉着，里面落了灰，桌椅全空，墙皮也有点旧，可位置极好，正对福满楼大门，门口还带一小块能摆等息区的空地。别看了，这铺子我给你留一晚了，再不点头我就放给别人。赵总，我现在开不是跟福满楼赌气，我知道你要真想赌气，昨晚就该回去把他们掀了，可你没回，这说明你不是要报复，你是终于不想再给他们续命了。冷柜、灶、桌椅、首批食材我都能给你压账。以前我敢赊给福满楼是因为信你，现在你自己开，我更敢赊。这不是冲动，是退路已经被王家堵死之后唯一还能走的正路。我帮他们是念旧情，我自己开不是为了争口气，是我终于明白，人要是总拿情分去填别人的窟窿，最后被埋进去的只会是自己。一句话，
干不干？我抬眼看向对街那块还没摘的福满楼旧招牌，昨晚那条油乎乎围裙好像还抽在脸上。干，这就对了。你那手艺那脑子，给他们家守住坛都是糟蹋。从今天起，给你自己干。中午，福满楼前厅只坐了3桌，刘春凤正黑着脸算差评退款。李烨，你个白眼狼想干什么？吃不到我家的饭，就想在我门口砸我家的锅！你们真够阴的！刚从我家走了，你们转头就在对面开，是想明抢客人？抢？客人不是你家族成，谁菜做得明白，谁服务做得武，客人就往谁那儿走。你个喂不熟的畜生！当年要不是我家收留你，你早饿死了。现在你翅膀硬了，反过头来踩旧家，你也不怕遭报应？你给过我半年饭，我还了你3个月命，该还的早还清了。小燕，你非得做这么绝吗？满座那晚，是谁当着全城人的面让我滚出后厨？燕哥，我不干了，我要去你那边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你们把能救店的人赶出去，还想让我们跟着一起烂？刘春凤气得手都在抖，偏偏就在这时，工人把新门头升了上去，黑体白字4个大字，干净利落。焰火小馆，他终于开始明白，我不是不回来了，是我这次真要自己活了。我站在新店中央，小梅抱着本子在门口记桌号。以前我替王家旧店是念旧情，现在我自己开，不是为了争口气，是终于肯把本事用在自己身上了。装什么装？一个被我家赶出去的，还真以为自己能开成。妈，你别慌，他那店还没开，客人总不可能长腿飞过去。今天林师傅在吗？我昨天在群里看见对面挂招牌了，林师傅是不是自己出来做了？什么林师傅？那就是个回来蹭我家饭的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自己跑出去折腾，能不能活过3天都难说。原来真走了，那算了，今天不吃了。这时阿福背着自己的刀包从后厨出来，干嘛去？辞工。辞工？店正缺人，你这时候撂挑子？昨晚翻车，你们把锅全扣我头上，还说要扣我工资，我跟着燕哥干，至少有规矩，不背黑锅。说完，阿福头也不回的穿过马路，站到了我那边。先试锅，行。这一幕扎进刘春凤一家眼里，因为他们终于发现我带走的不只是自己，是人，是客，是货，连福满楼后厨那点最后的魂都在往对面流。晚上，福满楼只做了4桌，而对街焰火小馆虽然还没正式开业，门口却已经围了不少老客。赵总甚至让人送来一对花篮，直接摆在门口。不行，再让他这么下去，王家这店真得让他抢死。阿姨，我早就说了，他不是出来开店，他是冲着踩咱们来的。那怎么办？他不是说明天试营业吗？那我就让他明天开不成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还不是在救这家店！我就不信治不了他。物业不行就找消防，消防不行就找人半夜给他断电。我倒要看看他那破馆子，拿什么点第1锅火。他终于急了，因为他看见的不是我把店开起来，而是福满楼脸面正在一寸寸的往对街掉。深夜，我站在门口，远远看见刘春风在街头打电话，眼神阴狠的像要吃人。有预感，明天开业前王家一定会来，那我就陪你们再演一场。我早知道刘春凤不会让我顺顺当当开门，他这种人自己做不活，也见不得别人活。可惜他永远只会撒泼，不会做局。
就是这家，无证营业，偷改燃气，还没开门就扰民，你们赶紧给我查出来，马上封！这人以前就在我家店里偷摸乱来，现在自己开店，手续能干净才怪。昨天刘春凤半夜连打7个电话，他被逼得没办法，只能把人带过来。林先生，例行检查一下，您别介意。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、消防备案、燃气检测和后厨排烟验收，你们慢慢看。手续齐，时间新，章子一个不少，连灭火器摆位和应急通道标识都比街上大多数馆子规范。手续没问题，后厨也比对面那家干净多了。你们再仔细看，这种人最会装样子，背地里指不定藏着什么脏东西。刘春凤，你想查我的店可以，但你要不要先想想，你家福满楼上周食品卫生不过关，团购投诉爆单后厨生熟不分的事，经不经得起查？查完了吗？查完就别堵着我订桌。小林，今天中午我先带2桌人来，你这门开稳一点。这句我先带2桌人来，比什么都狠，因为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说明，我认的是林燕，不是王家。林师傅，我就认你这口锅。昨天福买楼那味儿都飞了，我就知道人是你。燕哥，第1轮坐满了，后厨也稳了，今天这锅火能烧起来。妈，人都让他抢走了。你嚎什么？这才第1天。因为他终于看见了最不愿意承认的现实。林燕不是在他家店里沾光，是他家店曾经一直在沾林燕的光。我就不信砸不掉他这锅火。下一步，他要来阴的了。试营业第1天收档时，焰火小馆后台的预约已经排到了后天。小梅一边对账一边忍不住笑，阿福蹲在灶边擦锅，动作都比在福满楼时轻快。这锅火点对了，照今天这个势头，婚宴会馆的单子我敢往你这儿放。我没揭夸，只抬头看了一眼对街，福满楼的灯还亮着，可里面冷冷清清。刘春凤站在门口，隔着一条街，眼神阴得发狠。刘春凤这种人，白天闹不过，晚上就一定会来阴的。他见不得我把店开起来，更见不得客人从他门口走过去，排到我这边来。你还在看他？今晚他会来。他还敢来闹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是他现在已经慌了。说完，我把后厨最后2桶底汤分成3份，1份进冷柜，1份进保温桶，1份装进便携发热箱，又把一台小型备用发电机推进角落，插好线，顺手把门口和后巷的2个摄像头调到夜视模式。燕哥，你早准备了。他们白天查消防，晚上就会动电和水。这种人招数就那么几样。要不要我叫2个人来守？不用，我就等他们自己来。我把卷帘门拉下一半，店里只留一盏壁灯，灯不亮，却足够照见门口那块刚挂上的新招牌。凌晨1点，后巷果然有了动静。动作快点，把总闸锅剪了，锁眼拿胶灌死。他明天一开门，后厨没电，门打不开，我看他还怎么装老板。阿姨，这袋臭鱼我等一会儿就给他泼门口，客人一闻味儿就跑，保准他第1天开张就砸锅。等明天他求着回来，我看他还敢不敢摆谱。他刚把钳子伸向总闸，后巷的灯啪的一下全亮，卷帘门从里面缓缓升起。我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手机，镜头正对着他们。继续。怎么不剪了？3个人当场僵住。王浩手里的钳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。刘春凤最先反应过来，张口就反咬。吓唬谁呢？我们就是路过。路过，还带绝缘钳、烂鱼和胶水。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准备的？故意栽赃我们。你们白天骂我吃绝糊，晚上又来捡我店、堵我锁、砸我开业。刘春凤，你们一家现在真是连脸都不要。对，我就是不让你开。你一个外姓崽儿，凭什么踩着我王家的店往上爬？我就是要你开不了张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晃了晃手机，屏幕里摄像头夜视画面清清楚楚，把刚才那一段全录下来了。拿你怎么样？明天一早，这条街赵总物业派出所，我一个不落全发过去。你不是最爱闹大吗？这次我陪你闹大。刘春凤脸色瞬间变了，王浩更是腿都软了一下。我站在灯下，手里举着手机，眼神冷得像刀。而巷子里，刘春凤第一次真正慌了，因为她终于发现，以前那个念情分、肯退让的林燕已经没了。接下来是清算。天刚亮，
验货小馆门口就围了人，不是来看热闹的，是物业经理、片警、赵总，还有昨晚被刘春凤一家吵醒的几个街坊。我把手机往桌上一放，直接点开监控回放。有些账昨天不算，是我还念着旧情，今天再不算，就不是我心软，是我活该。画面里，王浩拿钳子，吴丽丽爆烂鱼，刘春凤站巷口放风，断电堵锁泼臭水，一样不落，拍得清清楚楚。刘春凤，你昨晚不是跟我说你们只是路过吗？工具、动作、时间点全对上，这不是闹事，这是故意毁人开业。刘春凤脸一白，嘴却还硬。我就是气不过，他抢我家生意，我还不能说两句？说两句可以，捡我店、堵我所、砸我门也叫说两句。刘老板，做生意有输有赢，可你们这一家输了不认，转头就耍下三滥。从今天起，婚艺会馆和你们福满楼彻底断合作。赵总都是误会。误会？昨晚你儿子检店的时候，你可没拦。先跟我们走一趟，做笔录。另外，焰火小馆这边损失、误工、设备风险，你们等通知赔。凭什么赔？凭你们昨晚自己找上门作死。街坊们在旁边窃窃私语，原本昨天还半信半疑的几个人，这会儿看王家一家的眼神都变了味。我就说嘛，哪有外甥真把舅家坑成这样？原来是王家自己不要脸，还要砸人家饭碗。你满意了？你非得把你舅家逼死才甘心？不是我逼你，是你们自己把路走绝了。王家人被带走做笔录后，焰火小馆卷帘门正式拉开。赵总把第一支花篮往门口一摆，回头冲我点了点头。开火吧！后厨火一响，香味窜出来。昨天还在观望的老客，今天一桌接一桌往里坐。小梅喊号喊的嗓子都哑了，脸上却全是笑。燕哥，第一轮坐满了。后厨也稳了，今天这锅火能烧起来。我站在灶台前，低头起锅，火光映在脸上，终于不再是替谁续命的样子。而街对面福满楼门口冷冷清清，卷帘门半开着，像一条没了魂的死鱼。他们以前总觉得我是在他家店里分钱，现在他们终于看明白了，我不是在分钱，我是在替他们挡塌下来的那口锅。可惜这口锅我以后不背了。中午12点，焰火小馆门口排起长队，而对面的福满楼连一桌像样的客人都没有。整条街终于都看清了，离了我，王家的店不是少赚一点，是根本活不下去。昨晚那场笔录做完，整条街都知道了王家半夜检店、堵锁、泼臭水。第二天的福满楼门是开着的，脸却已经丢光了。前厅只坐了2桌，外卖的退款提示还在一条接一条往外掉。墙上那张青年主理人王浩的海报被风吹得卷边，看上去像个笑话。他们前面总说离了我，福满楼照样赚，可真等我把手一松，他们才发现这店不是少赚一点，是连喘气都不会。后厨里，王浩照着偷拍来的本子起锅。10分钟后，一盘牛蛙刚端上桌，客人就皱了眉。这什么味儿？又苦又咸。你家后厨是不是拿盐当不要钱？服务员硬着头皮去陪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前厅还没安抚完，老周就堵到了后门口。今天不是来送货的，是来要钱的。他把欠款单拍到收银桌上，上周的货款加上昨天答应我的现款，一共2万3。今天结不清，明天开始你们福满楼连根葱都别想从我这儿拿。老周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打劫？我前面赶奢是信林燕，现在他走了，你们一家还有什么脸让我继续垫？这话一出口，前厅里几个客人都往这边看。刘春凤脸色铁青，想骂又骂不出来。偏偏这时候，房东也上门了。王老板，上个月回款加这个月房租，今天能不能给个准话？再宽限2天，再宽限2天。我已经宽限3回了。你家这店现在天天差评，天天退单，我也怕你哪天跑了，一句比一句难听，一句比一句现实。王大福额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。王浩还想硬撑，抬着下巴强装不服，不就是2万多货款2个月房租吗？等今晚生意一起来，分分钟补上。今晚，你们先把这一锅菜炒明白，再谈今晚吧。说完头也不回就走。房东也冷着脸甩下一句最晚明天中午，转身出了门。前厅彻底安静下来，安静的只剩刘春凤咬牙切齿的喘气声。都怪林燕这个白眼狼，要是不走，哪来这么多事儿？还要怪他到什么时候？是你把他赶走的。焰火小馆收档时，最后一桌客人才刚走。小梅在对账，阿福在刷锅。我站在门口看第2天的预约。街对面福满楼的灯已经暗了一半。王家的店开始塌，不是因为我故意整他们，是因为那家店这些年早就烂到根上。我前面不过是替他们把那层遮羞布撑着，现在布一撤，里面什么德行自然全露出来了。脚步声从街口慢慢靠近，我抬头看见王大福一个人走过来，手里还拎着那个旧保温桶。那桶我认得，小时候住在舅家那半年，王大福偶尔会把剩下的热汤装进去，悄悄塞给我。小燕，
我没动，也没喊救，只是静静看着他。今天店里不太好，看出来了，老周断货，房东催租，客人也在退，赵总那边的单是真没了。他说这些时声音一直很低。所以呢，你回来吧。我没笑，也没怒，只是眼神更冷了些。回去做什么？后台客户那边，你再帮救一把。这句话一出口，我心里最后那点可怜的期待彻底死透了。原来他今晚来不是认错，是来继续要命。你不是来道歉的，你是来让我再回去替你们把第二次火也灭了。王大福脸色一白，想解释又张不开嘴，半天才低低来了一句：小燕，一家人。别跟我提一家人，满座那位，你们把我往外推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一家人？刘春凤拿围裙抽我脸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一家人？王浩喊着要剁我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一家人？他嘴坏，他不是嘴坏，他是刀子嘴，刀子心。你真不回？不回。王大福咬了咬牙，声音压得更低。行，你不回，明天你外婆就会来。这句话一出，我眼神彻底冷。他老人家心脏不好，你要是见死不救，别后悔。说完，王大福拎着保温桶，头也不回地走进夜色。我站在路灯下，手指一点点收紧。我知道王家撑不住了，所以他们终于要搬出最后一张牌。外婆中午刚到焰火小馆门口，又排起了队。小梅在门口喊号66号，阿福在后厨叮锅。我刚把赵总那桌的菜订好，街口就传来一阵哭嚎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外甥发达了就不认亲娘舅，不认外婆了。他一边喊，一边把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往前拽。老太太腿脚发颤，正是我的外婆。我以为王大福昨晚搬出外婆已经够下作了，没想到他们今天真敢把老人拖到我店门口。林燕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今天外婆都来了，你还敢不回去？一个当外孙的把舅家逼成这样，也不怕遭雷劈？门口时刻全停了，齐齐往这边看。外婆被吵得直喘，嘴唇都发白了。小燕，你就说你不要这个家了。我眼神一沉，没有先理那一家人，直接快步过去扶住外婆。外婆，你早饭吃了没？外婆一愣，药呢？降压药谁给你带了？一句话把刘春凤一家问得全哑了。小梅反应最快，立刻端来糖水，我接过，半蹲着喂外婆喝了2口。你少装模作样，你要真孝顺，就赶紧回福满楼把店给我撑起来。撑店？我抬头，眼神冷得发沉。你们把外婆空着肚子拖来，药也不带，到底是来求我，还是拿他老人家的命继续逼我？围观的人一下哗然，王大福脸色也白了，想解释，声音却发虚。我走得急，忘了。你忘的是药，还是外婆是个人？话音刚落，外婆身子一软，差点往地上栽。我一把扶住，阿福立刻从店里搬来椅子。燕哥，叫社区医生吧。叫。刘春凤这下真慌了，脸上那点撒泼的气势一下塌了。社区医生很快赶到，量了血压，又喂了药，脸色难看。老人血压本来就高，今天还空腹折腾这么久，再晚一点，人都得晕过去。刘春凤一句都不敢接。外婆缓过气，靠在椅子上，眼泪一下就出来了。小燕，他们跟我说你有了新店，就不认我了。我不认谁也不会不认你，但福满楼我不会再回去。你还有脸来逼他？王大福捂着脸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当年那半年饭是我夜里偷偷给小燕热的，不是你们施舍他的。他现在把你们家那条命都续回来了，你们还不知足，还要把人往死里逼。这一句比什么都重，我一直压在心口的那笔救恩，像被这一巴掌狠狠打碎了一般。原来我这些年一直记着，不是王家的恩，是外婆夜里给我热过那几碗饭。可偏偏我替王家还了3个月的命。小燕，别回，以后外婆跟你，不跟他们。妈，你疯了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滚！人我接走，以后你们谁再敢拿他来逼我，我就让你们一家彻底没脸在这条街上做人。刘春凤站在门口，脸一阵青一阵白，她盯着被我扶进里间的外婆，眼底那点毒终于彻底压不住了。软的不成，哭的也不成，下一步她要来毁我名声。一大早，刘春凤就开始闹，她先在菜市场逢人就哭，说林燕把外婆拐走了，又在街坊群里发长语音，最后干脆站到福满楼门口，对着过路人抹黑。大家给我评评理啊！我家养大的外甥翅膀硬了，先抢店，现在连老人都抢，他把老太太接走，不就是想骗房本、骗存折、骗那点养老钱吗？阿姨，你还跟他留什么脸？这种人最会装孝顺，白天扶老人，晚上就哄着签字。他那新店刚开，正缺招牌，把外婆往门口一摆，谁不说他孝顺？
其实他就是踩着老人挣钱。燕哥，他们太不要脸了！让他们说，我早就知道刘春凤不会甘心，软的不成，哭的不成，他下一步一定是毁我名声。因为像他这种人最懂，店塌了还能再想法子，脸丢了就真没人信。林师傅，外头说你把老人接走是为了骗房，我们信你，可这事儿传得太邪乎了。我还没开口，刘春凤就隔着一条街嚷起来：你们可别被他骗了，他连自己舅家都能踩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刘春凤，你要是真不怕丢脸，就继续喊。我怕什么？该怕的是你这个抢老人的白眼狼！可我没再争，只是转身回店里拿起车钥匙。社区医院走廊里，消毒水味很重，老人长期营养跟不上，降压药也断断续续，再折腾几次，不是晕倒这么简单。小妍，外头是不是都在骂你？没事，有事儿。他从贴身衣兜里慢慢摸出一本旧存折，又拿出一沓皱巴巴的转账单。这是你这些年给我打的钱，我一分都没花上，你就说替我保管，后来拿去给耗子还车贷、填窟窿、办酒席，他们现在怕我开口，才说你抢我。我看着那本存折，眼神彻底沉了。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替王家还的是舅舅那半年饭，现在才知道，真正喂过我的人只有外婆，而王家这些年连老人的养老钱都没放过。回到焰火小馆时，小梅急匆匆迎上来，手机都快攥变形了。燕哥，不好了，有人把刘春凤今天苦闹那段偷拍视频发到同城了，标题就是外甥抢走外婆开店博孝顺。视频热度正在往上窜，底下评论一半在骂，一半在等热闹。外婆看着屏幕，手指一点点收紧，声音发哑：小燕，这次别再替他们留脸了。我把手机锁屏，抬头看向对街福满楼门口那块旧招牌在风里晃，像条快断气的狗。既然他们非要把外婆拖出来，那明天我就让整条街都看看，到底是谁在啃老。夜色压下来，对街福满楼的灯忽明忽暗，而焰火小馆里，我把那本旧存折、转账单和体检报告一样样摆到了桌上。这一回，我不准备再忍了。中午刚到，焰火小馆门口又排起了队。我刚把赵总那桌的菜单核完，刘春凤就带着王浩和吴丽丽堵到了门口。大家都来看看，这个白眼狼把老人抢走了还不够，现在连养老钱都想骗。林燕，你有本事把外婆藏起来，没本事出来对视。装什么孝顺？你不就是拿老人当招牌，博客人可怜吗？门口时刻全停了，街坊们也围了上来。小梅气得脸都红了，刚想冲出去，被我抬手拦住。他们以为昨天那盆脏水没泼成，今天再喊大点就能把黑白重新喊回去。可惜有些账一旦摊开，就不是嗓门大能盖过去。我转身从里间搬出一张折叠桌，往门口一摆，桌上存折、转账单、药费单、体检报告一样样摊开，摆得整整齐齐。不是要评理吗？那今天就当着全街的人评个明白。刘春凤脸色一僵，还是嘴硬。你少在这装模作样。这是我5年给外婆的转账记录，每月3000，逢年过节另算，一共18万7。这是外婆那本存折，现在卡里只剩720，钱去哪儿了？王大福脸色一下白了，王浩还想硬撑。谁知道你这些单子真的假的？这张是外婆账户转到你卡上的记录，这一笔给你还车贷，这一笔给你办酒席，还有这笔给吴丽丽买金镯子。要我继续念吗？吴丽丽脸都绿了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刘春风还想扑上来抢，被小梅一把拦住。阿姨，昨晚你们检店的视频还在，今天再动手，我立刻报警。别吵了，钱是他们拿的。一句话把王家最后那层脸撕了。小燕这些年给我的钱，我一分都没花着。你们说替我保管，转头就拿去给耗子填窟窿。我饿得头晕的时候，是小燕给我买药买粥，不是你们。街坊们一下炸，原来真是王家在啃老人。昨天还骂人家抢老人，结果钱都是他们吞了。福满楼这家人嘴是真毒，心也真黑。刘春凤终于慌了。你搞糊涂了，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？外人？你们拿我养老钱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自己是外人？王大福想来拉人，外婆一把甩开他的手。今天起，我跟小燕，你们谁也别想再拿我当刀。这一下连王大福都彻底僵住。你们前面说我吃绝户，可真正连老人养老钱都不放过的是你们。从今天起，谁再敢往外婆身上打主意，我就让谁彻底没脸。对街福满楼门口，原本还在犹豫的几个老客转头全进了焰火小馆，而刘春凤站在原地，脸色灰白，终于一句狠话都喊不出来了。
王家一家灰头土脸往回走，刚进福满楼门口，刘春凤咬着牙，软的不成，脏的也不成，那就给他来票大的。刘春凤，你以为你还有路？其实你是在亲手给自己挖最后一个坑。1万，明天中午你们2口子去对面闹。怎么闹？简单，吃2口，趴地上吐，喊肚子疼，喊他家东西不干净。我这边给你开直播，话题都想好了。焰火小馆开业第2天，吃倒人。最好把动静闹大点，让整条街都知道他林岩不是会做饭，是会下毒。讲良心讲不过，讲情分讲不过，讲事实也讲不过，那就直接讲结果。只要他店里吃倒1个，谁还管真相？放心，拉肚子、打滚、吐白沫，我都能给你演全了。记住，别一上来就冲林燕，先装的像真的，等客人一围，手机一开，你们就往食物中毒上扯。这种脏帽子扣上去最难摘。软的，他们试过了；哭的，他们试过了。现在他们终于把路走到最脏那一步，既然抢不回客人，就砸我的招牌。可惜他们还是太小看我。明天这一票成了，我看他还怎么开门。来，来人啊！吃出事儿了！这家店的菜有毒，我男人吃了就不行了。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疼死我了！就吃了他家那盘酸菜鱼，肚子像刀绞。小梅，先打120，再报警。你少装！你想拖时间是不是？人要是真不行，先送医院最准，不是吗？那袋子是半透明的，袋口外翻，里面有半块没吃完的酸鱼，塑料盒边上还粘着一张小票。小梅，把对接福满楼老板请过来，顺便把这份吃出事儿的酸菜鱼也一块带上。这顶毒贩的帽子还没扣稳，风向就开始变了。他们想脏我的锅，却连戏都没演全。菜是福满楼的，票是福满楼的，人也是刘春凤花钱找来的。可惜，坏人最怕的从来不是骂回去，是把灯打开。一张破票能说明什么？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捡来的，想反咬我家一口？是吗？那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，黄三两口子为什么还没进我店，手里就已经拎着你家福满楼的打包袋？我看见了，他们进门的时候，袋子就在手。我也看见了，他一进来就捂肚子，菜都还没点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，就是你家菜有毒。刚才120和报警电话打了吗？打了，已经在路上了。他本来只是想演一场，拿了钱就走，现在一听120警察全来，整个人都慌了。人现在生命体征平稳，没有急性中毒表现，到底是真疼还是装的？去医院一查就清楚。票是福满楼的，人是在焰火小馆闹的。说吧，谁教你们来的？不是我想来的，是刘春凤给钱让我来闹的。你放屁！我放什么屁？1万块，你昨晚在楼上包厢亲手给的。都别动！
有人报假警，恶意栽赃，故意扰乱经营。今天一个都别想走。福满楼是吧？既然这份问题菜是你家出的，那就先查你家。他昨晚还想着给我扣一顶毒贩的帽子，没想到帽子没扣上，反而先砸回了自家头上。这回轮到福满楼查个明白了。市场监管和片警一进福满楼，刘春凤前厅那点装出来的体面瞬间被撕开。这袋牛蛙没日期，这盆卤叶反复加热，蒸熟案板换用，冷柜温度不达标，后厨灭火器过期，通道还堆了纸箱，一句句砸在王家人脸上。刘春凤脸色发白，你们别听林燕胡说，以前这些东西都好好的，是他走了之后故意给我们挖坑。你昨晚先找人去砸人家店，现在查到你家脏乱差，又怪别人？这些以前都是林燕在管，后厨、团购、菜单采购全是他碰的，是吗？这一批过期料的进货日期是3天前，这张单据签字是王浩，你还要推给谁？一句话把王浩钉死在原地。吴丽丽站在旁边，脸都吓白了。他们前面总觉得店是王家的，锅是王家的，出了事自然也能嘴一张就赖到别人头上。可有些东西不会说谎，台账不会，冰柜不会，发臭的料更不会。我就说怎么这2天味儿不对，原来不是厨子走了，是你们拿这种东西喂人。责令停业整顿，问题没处理完之前不准营业。说完，红色封条啪的一声贴在了福满楼门上。那张青年主理人王浩的海报刚好被压在封条下面，像个天大的讽刺。你再碰一下试试。街对面焰火小馆香味往整条街上飘，而福满楼那张封条还在风里轻轻晃着，像一巴掌接一巴掌往王家脸上抽。刘春凤抬头一看，终于彻底绷不住了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故意举报、故意找我家？举报你家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自己那点脏藏不住。你少装！我装什么？是我逼你们拿过期料喂客，是我逼你们昨晚花钱请人栽赃，还是我逼你把能救店的人赶出后厨？刘老板，做生意不是靠嗓门大，你们自己把店做烂了，就别再往别人头上扣锅。以前我们是冲林师傅来的，现在也是。福满楼没了他，根本不配开门。一句句比封条还狠。王大福站在原地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干净。他终于看清了，我走后，塌掉的不是一口锅，是王家整家店的面子和命。风一吹，福满楼门上的封条哗啦作响。王大福忽然往前走了一步，声音发哑地看着我：“小叶。”这一声刚出口，刘春凤脸色猛地一变，因为他知道王家要开始有人撑不住，想低头了。福满楼门上的封条还贴着，房东和老周一左一右堵在门口，一个催租，一个催货款。王浩连头都不敢抬，刘春凤还想嘴硬，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我话放这儿，明天中午之前不给钱，我就收铺。欠我的货款也别想再拖。以前我给福满楼面子是看林燕，不是看你们王家这张烂嘴。这句砸过去，刘春凤脸色一下就青了。街对面焰火小馆正热闹，小梅在前厅喊号，阿福在后厨控火，客人一桌接一桌往里坐。福满楼这边越冷清，对面就越显得红火。封条贴上去以后，他们终于知道，店烂了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整条街都开始拿他们和我比，而他们一比就输，连挣扎都显得难看。王大福站在街边看了对面很久，那眼神不是恨，是终于撑不住了。店里收档后，后门刚关上一半，
王大福提着那个旧保温桶，一个人站在门口，桶里还是热汤，可人比昨天更佝偻了。小叶，有事说。福满楼真撑不住了，房东明天要收铺，老周也要起诉，就想过了，店我让给你。如果是以前，这句话足够让我心软，可现在，我只听出了另一层意思，不是认错，是走投无路了，想拿一间快烂透的店，再换我一条命，让我接盘可以，3个条件。你说，第一，刘春凤和王浩当着整条街给我道歉。第二，我垫进去的钱1分不少还我。第三，外婆这些年被你们拿走的养老钱吐出。你舅妈那脾气，怕是低不了这个头。那就别来求我。好啊，王大福，你还真想把我王家的店送给这个外姓崽儿？爸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疯什么？再不低头，店都没了。没了就没了，我就是把福满楼砸烂，盘给外人，也不可能便宜他。林燕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想捡我王家的店，做梦！明天一早我就把店盘给贺老板，我宁可让外人把福满楼吃干净，也不让你沾一口。夜风一下吹过，王大福站在原地，脸灰得像土，而我看着刘春凤那副宁可同归于尽也不肯低头的样子，我知道王家下一步不是认错，是要引狼入室。刘春凤嘴上最硬的时候，总爱说宁可把店烂给外人也不给我。现在外人真来了，他才知道外人不是来救命的，是来啃骨头的。这就是你们说的福满楼，封过店，翻过车，上过热搜，还欠着一屁股账，烂得挺全乎。你说话放尊重点儿。尊重？就你家这破店，现在还有人肯接，你们就该跪着谢祖宗了。贺老板，店虽然现在是有点乱，但底子还在，位置好，牌子也老，您接过去稍微一盘，肯定还能火。火？你还活在梦里呢。我今天愿意来看，不是看你这块招牌，是看对面那小子生意太顺，我手也想给他添点堵。他不是来接盘，是来踩街的。那价呢？转让费0，你们欠的房租、货款、罚款自己清，后厨设备我看得上的留下，看不上的我全扔。还有，你们一家想留在店里也行。王浩给我当3个月杂工，刘春凤去门口吆喝揽客，呵呵，工钱抵你们那点烂摊子。你他钱！春凤，闭嘴！我就是把店白送出去，也绝不让林燕那个白眼狼捡漏。这条街从今天起更热闹了。小子，等着！我最喜欢抢别人碗里的肉。从今天起，你去门口揽客，围裙穿上，喊试吃免费，进店打折，喊不响，今晚别吃饭。你让我去门口吆喝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花这个心思盘你家店，是请你来当少爷的？你去后厨洗碗，嘴不是挺能骂吗？今天开始，先把盘子给我洗明白。贺老板，这店是盘给你，不是把我们一家卖给你。你还真说对了，你昨天签字那一刻起，这店就不姓王，现在还姓贺。你们一家欠我钱，欠我脸，还欠我一堆烂账，不给我干活抵债，还想当老板？刘春凤前面宁可把店喂狗，也不肯来跟我低头。现在狗真进门了，可惜他第一口咬的不是我，是他儿子那点可怜的脸。免费试吃，
祭奠6折。燕哥，他们这是冲着咱们来的。让他们抢。 6折都嫌贵，味儿还是那个鬼样子。昨天封店，今天打折，合着拿我们当试毒呢？抢客不成就抢单。你不是说对面现在最值钱的是婚艺会馆那条线？赵总一直只认林燕。 只认他，那是因为还没人去结。明天婚艺会馆，我亲自去。我知道，贺老板这条狗终于要来咬我最值钱的那块肉了。赵总手边放着2份菜单方案。 一份是我昨晚刚发过去的试菜升级版，另一份是贺老板连夜让王浩拼出来的福满楼回归方案。贺老板这条狗前面在街上叫得响，可真到了做生意的桌上，他那套又脏又横的路反而最不值钱。因为赵总这种人最看不起的就是又没本事又爱装的人。赵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对面那小子能给你的，我福满楼一样能给，价格我还能压他一头。 是吗？上次试菜是你做的吧？是我。那道牛蛙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又咸又苦，像锅底灰。王浩脸当场涨，贺老板还想硬撑。试菜这种事儿，偶尔失手很正常，关键是后面合作，我们绝对什么？赵总把手里的笔往桌上一放，声音也冷了。绝对像你们上周那，先把能做事的人赶出去。 再找人去对面栽赃，还是绝对像刘春凤那样，嘴里喊着一家人，背后吃绝户。一句句顶得贺老板脸色发沉。他原本还想摆气场，可赵总压根没给面子。我今天愿意见你，不是给福满楼机会，是想当面把话说死。婚宴会馆以后只认林燕。 你们别再来沾边儿。贺总，请吧。赵总，你真要为了一个小馆子跟我把路走绝？不是我走绝，是你们自己先把人和路都做烂了。门一开，贺老板脸色铁青的走出去，王浩跟在后头，连头都不敢抬。回到福满楼，贺老板一进门就把那份方案拍在桌上。废物！一个会馆单都抢不下来，我养你们一家是干什么吃的？ 王浩刚想解释，贺老板抬脚砰的踹翻一把椅子。从今天起，别做你那少东家梦了。你去把对面焰火小馆每天的客单、招牌、出菜节奏全给我盯出来。你不是说接了店就能把他踩死吗？闭嘴！我现在改主意了，单子抢不走，就先掐他的供货线。说完，他掏出手机，当着王家人的面直接拨给老周。老周。 以后你那条冰鲜线只能选一边，跟我还是跟林燕？另一边，焰火小馆后厨，我刚起完一锅牛蛙，是赵总发来的消息。会馆单正式给你。几乎同一时间，老周的电话也打了进来。小林，姓贺的来抢供货了，他想断你后路。我把锅稳稳放下，眼神一点点冷下来。 单子抢不走，现在开始抢我的命了。而对接贺老板也放下手机，冷冷吐出一句：“明天开始，我看他拿什么开火。”天还没亮，老周的冷链仓门口就停了2辆黑车。王浩站在后头，脸上全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阴劲。老周。 我只说一遍，今天你给对面送1箱，我明天就让你这仓里1箱都出不了城。贺老板，做生意讲先来后到，跟我讲规矩。你以前是跟着林岩吃饭，不是跟着我。现在我给你机会站队，你最好识相。
小林，对不住，今早这车我送不成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别硬扛，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。建哥，今天中午有20多桌预定，还有赵总那边的会馆试菜。没货就开不了火，贺老板这是想掐死咱们。供货端在开门前是饭馆最狠的掐法，菜不到客人一来，再好的口碑都得砸。可贺老板还是小看我了，他以为我这些年只会守灶台，其实我早就把路铺到了市场最前头。我把围裙一摘，转身去拿车钥匙。小梅，通知前厅，今天菜单砍一半，只留4道现炒招牌。阿福，跟我去市场。现在？现在。凌晨市场里灯一排排亮着，我和阿福一路穿进水产档、冻品档、鲜蔬档。几个老档口老板一看见我，笑容爽朗。林师傅，今天怎么亲自来了？对接那条狗想断我货，今天先借我一口气，货款3天内结。你这话见外了，你当年帮我清库存的时候，可没跟我算这么细。鱼我给你挑最鲜活的，冰块我送。一箱箱保鲜食材装上小货车，阿福在旁边看得眼都亮了。燕哥，你早就留了后手。不是后手，是做店的人不能把命只压在一个供货商身上。中午11点半，焰火小馆卷帘门准时拉开，对接福满楼门口，贺老板和刘春风还在等着看我关门。可下一秒，小货车停下，鲜货一箱箱卸进店里。开锅了，第1轮客人进门。我就说吧，林师傅不会掉链子。对接那帮人想看笑话，做梦。风把牛蛙锅底的香气吹过整条街。怎么可能？老周明明断了他货。货断不了，那就断人。今晚把阿福给我约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林燕一个人能不能把整家店扛到底。贺老板已经把手伸向了我店里，他断不了我的货，下一步就要来挖我的命根子。夜里11点，菜市场后巷还飘着一股鱼腥和烂菜味。阿福刚收完最后一车货，肩上还搭着汗湿的毛巾。转过巷口时，贺老板正靠在车门边抽烟。王浩和吴丽丽一左一右站着，像早就等着他。阿福，跟着林岩，一月给你几个钱，关你屁事！火气别这么大，我来是给你送钱的，3万先拿着，来福满楼，后厨你说了算。以后林燕那边什么菜、什么底料、什么节奏，你给我带一半过来，我再加。阿福，你可想清楚，跟着林燕，你再能干也就是个厨子，跟着贺总那叫上道。说白了，你在林燕那就是条忠狗，他给你口饭你就摇尾巴。可惜啊，他现在自身都难保了，还能养你几天？听说你妈透析的钱还差一截，你妹妹那个护校的学费也没着落吧？这一句比钱更狠。阿福握拳的手一下收紧，指节都发白了。贺老板最脏的地方从来不是拿钱挖人，是他总爱先把刀递到你家里，再问你肯不肯低头。明天中午前给我答复，要人还是要义气，你自己选。收档后，后厨只剩一盏顶灯。阿福坐在小板凳上抽闷烟，烟灰落了一地。小梅看了他几次，最后还是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。燕哥，阿福哥今晚不对劲儿。我把最后一口锅洗净，关了水，走到阿福面前。贺老板找你了。燕哥，我没答应，可我妈那边真等着钱。你要走，明天就走。工资、奖金，你该拿的，一分不少。我不拿情分绑你。燕哥，你越这样，我越走不了。福满楼那群人把我当狗屎，
你从来没把我当外人。说着，他把手机推到我面前，里面是一条新语音，点开是个女孩带哭腔的声音。哥，王浩带人堵我学校门口，他说你再不回话，就让我明天别去上课了。燕哥，这事你别管，我去。我慢慢起身，解下围裙，声音平得像刀。带路。这回我亲自去看看他们的狗胆到底有多大。放学铃刚响，校门口人挤人，周小河抱着书包，被王浩和2个混混堵在花坛边。吴丽丽踩着高跟鞋站在一旁，抱着胳膊笑得又尖又歪。给你哥打电话，让他把赵总那条线让出来，把后厨流程和配方交回来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哥不是最会装能耐吗？今天你倒看看，他顾不顾得上你这个妹妹？一个混混抬手就拽周小河书包，周小河吓得脸都白了。再不打，我明天就让你们学校都知道，你哥是个抢救家饭碗的白眼狼，你这护校也别念了。他们前面啃我，啃外婆，现在连一个还在念书的小姑娘都不放过。人一旦烂到这一步，就不配再被当人看了。王浩，你他妈碰他一下试试！我也跟着下车，手机镜头一直开着，直对准王浩。继续，刚才那些话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你要是不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就让他连书都念不成。好，这句录到。下一秒，校保安和片警一起冲了过来。我来之前早就报了警，也通知了校方。谁在校门口闹事？书包放下，都别动！王浩脸色瞬间变，吴丽丽也慌了，急着往后退。我们就是来接妹妹放学，我不认识他们。这一句把他们最后那点嘴脸都掀了。片警直接把王浩摁住，阿福把妹妹护到身后，手一直在抖，不是怕，是气得发抖。王浩，你前面抢账、抢单、抢店，我都跟你算生意。今天你冲学生下手，这事儿就不是赔个笑能过去的。夜里，王浩刚从派出所回来，笔录做完，脸灰得像土。我让你挖人，不是让你去堵学生。王浩被扇得一踉跄，半张脸瞬间肿起。刘春风心疼地扑上去。贺老板，耗子也是急了。急？我看他是蠢。明天一早把福满楼3个字给我摘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店跟你们王家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刘春凤整个人僵住了，他前面宁可把店喂狗，也不肯向我低头。可真到这一刻，他才知道，狗进门第一件事不是护店，是连他们一家都要一起啃。天一亮，摘牌，谁敢拦，我先把谁扔出去。不准拆！打人！不准拆！这是我王家的招牌，谁敢动？继续。他前面宁可把店喂狗，也不肯让我接手。现在狗真把骨头啃到嘴里了，第一口咬碎的，就是他最在意的这块招牌。你他妈敢拆我家招牌！你家签字的时候，这店就不姓王了。你们轻点儿，那是我的。拿着你的破烂滚！从今天起，福满楼这3个字，跟你们一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不是说店盘给你，我们还能留在店里干活抵债吗？我昨晚改主意了，校门口堵学生，派出所做笔录，还把我店名都连带着丢干净。你们这种晦气东西，留着干嘛？留着继续砸我招牌？燕哥，真拆了？拆的是牌，他的是他们自己那口气。现在怎么办啊？房东催钱，店也没了，连个落脚地都没有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重新来。我就不信，离了福满楼，我们还能饿死。重新来？拿什么来？
你前面一步一步把小燕往死里逼，宁肯把店喂狗都不肯低头。现在狗把我们一家啃干净，你还装什么硬骨头？因为这么多年，王大福从来没敢真冲刘春凤翻过脸。是你骂他吃绝糊，是你拿外婆逼他，是你花钱找人栽赃，也是你亲手把咱们全家的活路给做没了。因为这一次，整条街都看着，连他自己都知道，王家是真的完了。到这一步，他们终于知道疼了。可惜，不是因为亏欠我，是因为他们自己真的没路了。明天你不去求，我去。天刚蒙蒙亮，焰火小馆卷帘门还没拉开，王大福抱着一本旧房本和一沓发黄的单据，已经在门口站了很久。他眼下乌青，背也塌了，整个人像一夜之间老了10岁。小燕，就这回真没脸了。他把房本和那些旧单子一样样摊到地上，有我前面店的灯箱钱、设备钱、货款，也有外婆这些年被王家拿走的养老钱流水。这些账我都认，你垫进去的我王家认，外婆的钱我也认，店没了我也不求你回去救了，我就求你把这些收下，算我王家最后一次还债。他终于肯跪了，可惜不是因为想明白了，是因为走到今天，王家已经真的没路了。我站在台阶上，没去扶，也没发火，只是静静看着。现在知道算账了，知道晚了。王大福，你疯了！那是咱家最后的窝。这是这么多年他第一次真冲刘春凤翻脸。你闭嘴！到今天还不肯认，店是让你这张嘴做媒的。小燕不是来我家吸血的，是来替我王家续命的。刘春凤被吼懵了，王浩站在后头，脸白的像纸，一句都不敢接。外婆这时也被小梅扶了出来。大福，你总算肯认了。妈，是我糊涂，我总想着和稀泥，总想着两头都不伤，结果最后谁都让我们家伤透了。房本我不要，我垫进福满楼的钱，我会让律师跟你们和贺老板慢慢清。外婆，我会养。至于你们王家，那半年饭，我用3个月命还清了。从今天起，2不相欠。王大福整个人一晃，眼泪终于掉下来。贺老板撑了没多久，赔得脸都绿了，转手就把铺子甩了出去。王家这回是真完了。不是林彦觉，是他们自己把能救命的人逼走了。对街，焰火小馆灯火通明，外婆坐在前厅角落，手边一碗热汤，脸上终于有了安稳的笑。小梅在前厅喊号，阿福在后厨起锅。第1轮客人已经坐满。我前面一直不肯认一件事，是王家离不开我，把我当成想吃绝户的外人。那就这样吧，锅我不背了，命我也不续了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整条街的灯一点点亮起来，风吹过来，把后厨的香气吹得很远很远。我帮你们，从来不是在你们家饭店里分钱，我是在替你们续命。可惜，这条命，你们自己不要。外婆笑着，阿福忙着，小梅喊着，我系上围裙，走回灶台中间，火光映在脸上，第一次没有替谁续命的疲惫，只剩属于自己的那口气。人这辈子最蠢的事，不是被人辜负，是明知道被辜负，还一次次伸手替他们擦屁股。可惜有些人，你让他3次，他就敢踩你100次，到最后，他们不是输给了我，是输给了他们自己那张配不上野心的嘴。